大家好，这里是徐人梦晚。今天呢，我们试着开一个长期的读书精读系列，选择读的书是《耶路撒冷史》，作者是雅琛的阿尔伯特，译者是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向鹏。除了中文译本之外，视频中可能还会看到英文译本和拉丁语的原文做参照。先来介绍一下作者阿尔伯特。其实呢，并不能确认他是作者。阿尔伯特这个名字只出现于一些支系的手稿中。除名字之外，学界还推测出这个阿尔伯特呢是雅琛地区的修士。就这样。耶路撒冷史这本书一共是12卷，今天呢我们先读第一卷的上半部分，第1节到第14节，保证视频不会特别长。齐冉臣还福将，圣君七逢基督棒，4000尸块弃神国，3万恶鬼嚼埋浪。我们正式开书。第1节，作者阿尔伯特表示自己很想去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但是呢，因为种种阻碍无法成行。因为作者使用是拉丁文写的书他会拉丁语，所以这个最有可能阻碍就是教会修道院不允许他去。但是阿尔伯特还是想做些什么，所以呢，他通过与亲历者的交谈回忆，总结出了这本书。十字军勇敢攻伐，屠戮了100万突厥人和萨拉森人。首先突厥人指的是塞尔柱这样的逊尼派穆斯林，萨拉森人指的是法蒂玛这种什叶派穆斯林。然后这个100万怎么说呢？征服者威廉在征服英格兰之后的1086年做过一次人口普查，英格兰王国呢当时一共是有30万户就算一户是3到4个人，那就差不多100万给英格兰王国全屠干净了。威廉领军登陆英格兰还有一道狮驼岭了。拉丁语原文呢是 millimeters， 直译的话是1000的1000次100万，这就是个夸张的修辞手法但是这本书写于中世纪，而且还算是教会文献，所以作者可能真的是想说杀100万人。第2节，十字军最核心的人物出现了，隐修士彼得。彼得出生于巴黎正北方向大约120公里的雅棉城，文学创作中就是他鼓动发起的十字军。文中继续写道，他在巴黎南下大概200公里的贝里地区成为了一名布道者，在他的号召下，上至主教王公贵族，下至贱民盗贼强盗，甚至还有女性都被号召起来参加到了第一次十字军。为什么彼得这么卖力气呢？因为在若干年前，彼得曾经到过耶路撒冷祷告，他在圣墓的圣殿中看到了异教徒和恶徒玷污圣所，供奉被这些人拿走，教堂被做成了畜舍，基督徒被痛打，朝圣者被勒索。他对着上帝恳求自己要成为所堵不义的惩戒者这里要说明一个点，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表明彼得真的去过耶路撒冷。历史上对彼得的初次记载是十字军发起之后了。第3节，彼得找到了耶路撒冷宗主教，质问他为什么不管。宗主教一听，这话匣打开了，一把鼻涕一把泪，道不尽那个心酸。这段大家可以自己看看我就不读了。首先，这个宗主教说的是真的吗？还真没什么错。耶路撒冷本来呢一直是由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法蒂玛，也就是萨拉森人持有，且统治历史非常悠久基督徒对于法蒂玛来说呢是很可靠的纳税人，针对基督徒的集资亚税那可不少呢，没有必要太严苛。后来耶路撒冷被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塞尔柱，也就是突厥人抢走了突厥蛮子就没这么好说话了这帮突厥人是军事起家的征服者，严重缺乏多元化管理经验，而且内部没有统一的对基督徒政策，每个军阀的态度都不一样。从欧洲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者要承担的风险剧增，危险重重。宗主教说的这压迫呢，故也大概率是真实的。最后一句，这样的危险是与日俱增的，除非有基督徒的援助到来，我们想让您作为使者去召唤他。这就算是给了彼得一个宣称请求彼得找人来拯救他们。彼得回宗主教，我知道了，不必再多言，你们不会白挨欺负的。我回欧洲之后，立刻邀人来拯救你们于压迫。第4节，经典环节到了圣像显灵。太阳落山后，彼得为了祷告回到了圣墓，祷着就睡着了没多久，圣像显灵，耶稣显现于彼得面前，给予了彼得一项神圣的任务别睡了，快去找宗主教，让他写一封正式的信件，用圣十字封好，然后你带着回欧洲，找人来净化耶路撒冷之圣所，恢复圣所之仪式。还有最重要的最后一句天国的门
现在要向受召唤被选中之人打开了。简单来说，就是只要参加这场十字军，就可以完全赎罪。第5节，彼得立刻去找了耶路撒冷宗主教，宗主教呢也立刻写好了信。彼得从海上返回了欧洲。虔诚的彼得没有选择先回家，而是选择在意大利南部的巴黎登陆之后，立刻前往罗马见天主教皇。教皇专注地听完了彼得的所见所闻，向他承诺一定拯救耶路撒冷的东正教异端同教兄弟啊，同教兄弟。据阿尔伯特的记载呢，教皇先是动身前往了维泽拉，我考证了一下啊，应该是指维尔切利，在意大利北部米兰和都灵中间的这座小城。接着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宣布召开了一次全西法兰克的议会，然后赶往了位于法国南部的勒皮昂维莱，开了第2次会。会后，教皇又前往了克莱蒙，也就是当今的克莱蒙费朗，开了第3次会，效果非常显著啊！上至主教王公，下至贱民百姓，都承诺自己承担费用，向着耶路撒冷远征。在高抬右手宣誓之后，准备出发前，地震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地震，这是神迹啊！这是上帝对克莱蒙会议的决议表示同意，这可不是我胡说啊！这种神迹在中世纪编年史中可以说是不可或缺、必不可少元素了啊！上帝盖章环节，然后是组成介绍：法兰克王国和洛林、德意志人之地，还有昂格鲁人之地，以及丹麦王国。这段稍微有点夸张。首先，法兰克王国这个没错，然后洛林这个也没错，德意志人这个有点牵强啊。当时的神国皇帝小亨利和天主教皇因为叙任权斗争还是处于敌对状态的，但不可否认的啊，是有很多骑士和平民这种非官方自发性的参与者。然后昂格鲁人这个就不可能了啊。当时征服者威廉刚征服英格兰啊，哪有空参加十字军呢？而且威廉和教会关系也不好，就算有空也不乐意参与。最后是丹麦王国，这个纯扯淡了。你非要说有丹麦平民参与也行，对吧？但是你写丹麦王国就有点过分了。我去参了一下拉丁文，发现没错，确实是丹麦王国啊，英文译本也一样。最后再对比一下主流历史啊，这个开会只开了2次，第一次在皮亚琴察，与记载的维德拉，也就是威尔切利差了100公里，这个应该是指同一场会议。然后勒皮昂维莱，这个呢只有阿尔伯特记载了，可能是非公开会议。第3次克莱门会议啊，这个是一致的。第6小节，这一节比较长了，也比较有意思。公元1096年第4小季啊，这个是古罗马纪年法，亨利为第4位国王啊，这个是神罗皇帝海因里希4世，乌尔班2世为教皇。介绍完背景后，十字军的核心人物之一啊，也是本期视频核心人物之一出现了，来自法兰西的男爵沃尔特。他响应号召，带着8名骑士与众多的步兵随从作为先锋出发了。先是不出一笔带过，沃尔特到了匈牙利王国。国王听说之后啊，亲切地接待了他，并且给予了通行权与补给权。接着一路南下，沃尔特行到了贝尔格莱德，这里呢是匈牙利和东罗马的边境啊，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大部队渡过了萨瓦河，这就算是到了拜占庭境内了。而部队里呢还有16个人没渡河，还在泽蒙买装备，在匈牙利境内落单了。地里马上长出了一伙匈牙利暴徒，给这16个人抢劫了啊，内裤都没剩，赤身露体就放走了。骂骂咧咧的一行人啊，渡过了河，找到了沃尔特大部队，一把鼻涕一把泪和沃尔特骂街呀。那沃尔特呢？沃尔特更难过了。当地的保加利亚王公不许他们采购物资，觉着他们是间谍，也算是能理解啊。因为拜占庭境内啊是东正教啊，这算异端了。到这里，刻板印象就出现了。沃尔特一行人没吃的啊，所以开始抢当地人的牧群了，与当地人爆发了武装冲突。这里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因为保加利亚人的力量占了优势，约140名朝圣者与多数同伴被分隔开来。这句话说明啊，沃尔特的部队至少有500人，除了步兵随从和骑士之外，还有一定比例的朝圣者平民啊，这是我推测。这140人逃进了一座教堂，至于沃尔特主力啊，信心丧失逃跑了。赶来的保加利亚人包围了教堂，放火烧死了60个，剩下的80人逃出来之后呢，也被打了个半死。再说沃尔特头都没回啊，带着主力在森林中穿梭逃窜了8天啊，逃到了一座叫做尼什的城市啊。我在地图上量了一下啊，这里距离贝尔格莱德整整200公里。如果真的是从这里出发的，也算是神速了啊，日行50里
啊，而且是带着物资的溃军啊，还可能负伤了啊，一天25公里跑8天啊，非常厉害了。沃尔特到了尼什之后呢，立刻找到了当地的公爵哭诉啊，公爵为了和解，给了他们很多钱和武器，以及通行权和补给权。之后就没什么意外了啊。沃尔特一行人到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沃尔特请求皇帝允许他们停留于东罗马帝国，等隐修士彼得的大部队到了东罗境内之后再一起出发。仁慈的皇帝阿莱克修斯准许他的请求啊。至此第6节结束。说明几个点啊，这一节呢其实有很多非单一观点的地方。首先，16个人被匈牙利暴徒洗劫了，另一种说法呢是保加利亚人洗劫的。沃尔特部队没吃的，所以才抢墓群。也有另一种说法呢是本性暴露，他们洗劫了当地，然后被当地的领主清剿。这个当地呢也有说法是匈牙利啊，他们没有敢洗劫东罗马的领土，就是欺负匈牙利的边境领主，然后匈牙利人追杀到了保加利亚，东罗马的部队来救了他们，再护送他们到了君士坦丁堡。当然了，以书中情节为准。好了，第7节，彼得来了。这里形容彼得的队伍呢非常恐怖啊，如同海中无以计数的沙子一样多的人，从不同的王国法兰克、斯拉比亚、巴伐利亚还有洛林聚集起来。这个斯拉比亚应该是拉丁语的音译啊，更常见的译名呢是施瓦本。彼得的部队穿过了神罗与匈牙利的边境，到了肖普朗这座匈牙利的边境城市，然后立刻给匈牙利国王送去了消息啊。国王这一次依然是给予了通行权和补给权，但是这次不完全同上次啊，多加了一句不能劫掠，不能发生冲突。这里呢有2个可能原因啊，一是国王听说了瓦尔特和保加利亚人的冲突，二是彼得这批人啊实在是数量太庞大了。彼得得到回信之后，很快开进到了泽蒙，匈牙利与东罗马的边境啊，也就是上文沃尔特的16罗汉惨遭陵园购的地方。不出意外的话，又要出意外了。到了边境这里后，彼得准备渡河到东罗境内的贝尔格莱德时，听说了一个骇人的传言。那有一位叫古兹的匈牙利边境伯爵勾结了一个同样在边境名为尼基塔的东罗马公爵，这个公爵同时呢还是贝尔格莱德的领主。2人谋划了一个极其邪恶的计划，公爵领军去屠杀彼得的前部部队，伯爵去断后屠戮彼得的尾部军队，进而瓜分十字军这庞大的战利品。彼得信了吗？当然不信了。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都是我们的基督教好兄弟啊，他们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呢？直到彼得亲眼看到了泽蒙的城墙上悬挂着沃尔特16罗汉的装备和物品，彼得愤怒地宣布要报复他们啊！十字军全军出击攻打泽蒙，匈牙利人集结了大概7000人守城防御，但是区7000根本挡不住十字军怒火。十字军这边有一个叫格雷夫里比雷尔的军官，他找到了一把梯子，率先登上了城墙。紧接着一个叫做赖诺尔德的贵族也跟着冲了上去啊，先登小将的属于是。这2个人之后我们还会提到。紧接着屠杀开始了啊，在这里十字军杀了近4000匈牙利人，而十字军只死了仅仅100人。之后文中描述彼得与十字军在泽蒙的城堡待了5天啊，找到了充足的补给。翻译过来就是他们把泽蒙洗劫一空。接下来是第8节，彼得休整的这5天时间里，4000匈牙利人的尸块啊，顺着多瑙河流淌了 1.6 公里，流到了贝尔格莱德。这是什么概念呢？大家都去过乐高店吧？大型的乐高店总会有一个池子啊，里面装满了乐高小人组件啊，小朋友们可以来拼一个自己喜欢的小人放旁边。多瑙河里流淌的匈牙利人碎片和池子里的乐高人组件在数量上呢应该不会差很多啊。下次大家去乐高店的时候可以代入一下啊，拼几个匈牙利人。好了，言归正传啊，原本计划屠杀十字军抢战利品的尼基塔公爵看到顺河流下来的匈牙利人尸块之后呢，人都傻了。这还伏击什么呀？这匈牙利人不守规矩啊，对吧？说好的前后夹击抢战利品，你们给我送生鲜算怎么回事呢？对吧？爽文变恐怖小说了呀。那咱们也走吧。尼基塔公爵将贝尔格莱德的所有财富、人民以及牧群都带走了，准备前往南边200公里外的尼什，也就是前文救下了沃尔特溃军的地方。公爵的想法呢是请东罗皇帝的军队来帮忙，这样子就能和十字军抗衡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再来看彼得这边，一位信使前来报信，匈牙利国王集结了整个王国的力量要来复仇。被屠杀的匈牙利人激怒了国王和他所有的亲属好友。好在彼得就在边境啊，
十字军立刻动身开始渡河，船不够就用柳条木枝拼船，争分夺秒的逃离边境。渡河的过程中啊，还有疑似尼基塔公爵手下的佩切涅哥人放箭伏击。好在呢，最终大部队还是有惊无险的渡过了河，匈牙利的王军没赶来。接着十字军又洗劫了一次贝尔格莱德后，用了8天时间穿过了保加利亚森林，在尼什城外的一座石桥前的草地扎了营。第9节，冷静下来的彼得没有继续放纵十字军攻打尼什，真要打也不一定打得下来。尼什的城防可不是泽蒙和贝尔格莱德可以比得上的。彼得派了使者给尼基塔公爵请求补给权，这样的话我们十字军就不至于劫掠发生冲突了。尼基塔公爵一听就同意了，但是仔细想了想，还是给出一个条件，必须提供人质，不然你们十字军出尔反尔还是洗劫怎么办呢？只有人质在手里的时候，十字军才能在尼什购买物资。也不知道公爵哪来勇气啊，还敢提建议。反正彼得是答应了，给了2个人质。第一个是沃尔特，就是上文逃到了君士坦丁堡驻扎等彼得来的先锋将，这里提到了他，看来是主动去找彼得的主力会合了。第二个是葛德弗里比雷尔，就是刚才攻打泽蒙搬梯子的先锋小将。交出人质后，十字军就开始了依法补给了。除了正常补给之外，当地的居民还无偿的提供了大量的布施啊，补给很快就结束了，人质呢也放了回来。十字军开拔继续行进，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和平与爱啊。不出意外的话，又要出意外了。人质回来之后的当晚呢，有100个施瓦本人和保加利亚人交易中发生了一些争执，于是这些施瓦本人就放火烧了7座磨坊啊，还连带着烧毁了很多房屋。市民一看，这谁不能住啊，对吧？立刻去找公爵诉苦了。这叫什么基督徒啊？这是强盗，纯粹的强盗，毫无争议的强盗。他们来的路上杀了那么多的佩切涅哥人，还杀了好几千的匈牙利人，现在他们又放火烧我们的屋子啊，纯纯的以德报怨。第10节，公爵听说之后啊，立刻集结了全部骑兵，全副武装出发追杀十字军。按照公爵的命令呢，众多听闻了十字军暴行的保加利亚人、库曼人和佩切涅哥人响应了号召，开始追杀十字军了啊！这样的部队组成是非常典型的巴尔干地区多民族部队，他们最善于用长枪弓箭进行快速的骑兵作战了。很快他们就追上了十字军队尾的辎重队伍，毫不留情的见人就杀，逢人就砍，除了妇女儿童之外，刀枪弓弩之下人人平等，全都得死。那么妇女儿童呢？连同财物、辎重和牧群都被打包带走了。直到阿尔伯特写书的时候，这些人仍然是保加利亚土地上的放逐者和囚犯。这场屠杀之中呢，有一个名叫兰伯特的人逃了出来，他纵马狂奔赶到了彼得这里，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从施瓦本人烧磨坊直到被报复屠杀一字一句都告诉了他。彼得听闻之后呢，非常焦虑因为他距离被屠杀的队尾有整整的 1.6 公里，他毫不知情。思索再三之后，彼得将队伍中比较聪明和理智的人集合了起来，发表了如下讲话。第11节，彼得讲话：愚蠢的得意之人所带来的灾祸狂暴、严重且残酷，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包括施瓦本人，被尼基塔公爵疯狂的屠杀我们受到了那场绝大多数人都不知情的磨坊纵火案的报复，我们所有的辎重、财产和牧群都被劫走了。现在别无他法，只能回去求公爵讲和，然后把东西要回来。尼什城的人们那么好，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公爵也相对很仁慈的允许我们补给，而我们却这样对他们，这怎么能行呢？于是前军改后军，后军改前军，调转码头回到了尼什。到了之后，部队仍然是驻扎在尼什城外一座石桥旁的草地上。彼得带着有脑子且理智的同伴打算去求和道歉的时候呢，意外又发生了之前驻扎这么近没问题，对吧？因为矛盾没激化，你现在驻扎这么近那就不一样了。营地中跑出了1000名没有脑子的青少年，他们对尼什城发动了冲锋。紧接着又跑出来1000名一样的青少年彼得这个时候才发现立刻出声阻止，并且压制住了营地中其他蠢蠢欲动的人。转过头来再看尼什城，保加利亚人眼里只看到一个画面他们分裂了。现在正是出击的好时候全副武装的保加利亚人大开城门，开始正面迎击这2000人的十字军。冲突很快演变为了一边倒的屠杀。首次冲击有500人从吊桥上坠入护城河淹死了，还有300人
逃向浅滩的时候被保加利亚人和波涛杀死。之前被彼得呵制住的人看到同伴这样子被屠杀，也忍不住了啊，纷纷披甲提刀冲了上去啊。可惜泥石城的防御太好了，情况没有好转一分，仍然是一边倒的屠杀。彼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好不容易才从十字军队伍中找到了一个保加利亚人，拜托他去给公爵送信，求他屈尊同自己商谈和解。第12节，彼得打算和解的消息立刻在京中传开了，暴力冲突很快又停止了一切归于和睦。但是意外很快又发生了那些青年人取回了马车，装好辎重，打算自顾自的离开。彼得、富尔谢和赖诺尔德听闻之后，立刻出面阻止他们，同青年人们说要等官方正式和解，允许带回物资时才能装车离开。这个富尔谢呢是新出场的角色之前没提到过。就在劝阻的时候，当地的市民发现了他们，市民还以为彼得他们是在给偷偷运物资的青年人打掩护立刻回城散播开了消息整个泥石城又躁动起来了连同市民和公爵的军队从城里涌了出来，开始追杀毫无准备的十字军，一直追杀出去3公里远追到就砍，抓到就杀，战利品全部被瓜分，成年男性全部被杀，妇女儿童全部被俘，装有财宝的马车则是送到了公爵的金库中。十字军就此被完全打散有的逃入了森林，有的逃入了荒地。一段时间后，隐修士彼得、先锋将沃尔特、尖灯小将赖诺尔德和葛德弗里以及新出场的富尔谢在一座山顶汇合了，点了点人头，一共就剩500人了4万多人都被打散了这里呢是第一次提到彼得主力十字军的人数不算夸张。之后彼得痛定思痛开始集结散落在附近的十字军。集结期间呢，还爆发了严重的饥荒因为原本2000辆辎重车都被抢走了十字军开始收割庄稼、火烤麦子吃。就这样烤了3天麦子集结回来3万多人，差不多在这里被杀以及失踪了1万人左右。第13节，公爵的信使来到了东罗马皇帝面前，一字一句的把十字军的暴行全部告诉了皇帝。皇帝听说之后呢，立刻给彼得派去了使节，在索菲亚附近，使节找到了彼得，传达了皇帝的消息。从现在开始，十字军不得在东罗马帝国境内的任何城市停留超过3日，直到十字军行进到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皇帝已经通知了十字军会经过的所有城市，他们必须和平的出售物资给你们，无论你们对公爵犯下了怎样的罪行他都完全宽恕你们，因为他知道你们已经付出了足够惨痛的代价。换句话来说，公爵已经抢得够多了，心满意足了彼得听闻之后那叫一个喜极而泣可算是没事了。第14节，彼得与索菲亚城出发，赶到了菲利普波利斯。彼得对着当地的希腊市民一顿吐苦水，哎呀，怎么惨，我们怎么饿，说的那叫一个催人泪下。市民给予了十字军极多的赠礼，包括但不限于各种金币、银子和牲畜。很快到第3天了，彼得带着这些财物兴高采烈的愉快出发了，然后到了阿德里安堡，依然是驻扎休息2天，第3天就开拔离开。离开之后，皇帝派来了第2批使节，要求他们加快脚步，因为皇帝非常想见到彼得彼得听闻之后呢，也加快了脚步。第14节末，十字军到君士坦丁堡了。好了，因为时间关系这期就先到这里了。如果数据还不错，下一期我们继续讲耶路撒冷史第1卷的后半卷。这里是徐日梦，喜欢的话请3连加关注，我们下期见。